亲爱的，还要多久啊？你不是答应今天陪我去逛街的吗？哎呀，对不起，宝贝儿，被一条恶心的舔狗缠住了。放心吧，马上就好。梦涵，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朋友，你也配？要不是因为你啊，我跟梦涵啊早在一起了。童松喜欢的一直都是我，都是你死乞白赖的整日纠缠着他，闹到最后甚至以死相逼。哎呀，慕烟都哭了。既然他这么想吃药，我们就别拦着他了。好啊，我们帮帮他，好不好？是吗？啊！我竟然重生回到了5年前刚进入嘉诚集团的时候。还有多久死？徐慕烟，你推梦涵干什么？丧！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把梦涵扶起来道歉啊！童松，我没事的，你就别怪慕烟了。梦涵，你不用帮他说话，我让他给你道歉，他不会也不敢拒绝。徐慕烟，你就别装了，赶紧照办吧。谁不知道你是童少身边的一条哈巴狗啊？童少让你往哪儿，你就得往哪儿。只是可惜了，童少是咱们嘉诚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呀？我觉得童少的眼光没有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温柔端庄的梦涵，毕竟她可是清北毕业的高材生。童松，当初是你对我说跟我身份悬殊有压力，我才帮着你一起隐瞒你是我家佣人儿子的事实，结果你却冒用我的身份在公司招摇讨好别的女人，我上一世还真是傻到家了。姐，别让我说第2遍，赶快道歉！上一世你仗着是我的好朋友，却对我背后捅刀子，而你仗着是我喜欢你就为所欲为，呼来喝去。可惜啊，这辈子你们没那么好运。好啊，那我回忆看吧，我就说他怎么敢不听童少的话呀？舔狗就是舔狗，除了知道舔一无是处啊！瞧他那没脸没皮的样子，都替他黑色。许慕烟干什么？都是我自己没站稳。没错，是他自己没站稳，跟我是对比。许慕烟，你不松手，梦涵怎么会摔倒？你还不承认？你好恶毒啊你！说话要讲证据，要不咱们去查查这儿的监控，顺便让大家都看一看，这第一次庄梦涵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的。好啊，查监控，走啊！童松，我没关系的，不要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影响所有人。哎呀，我的鞋怎么坏了呀？既然你不愿意去查监控，那就是你自己没站稳，把我的鞋弄坏了。现在该轮到你给我赔礼道歉了。许梦烟，别得寸进尺啊！不道歉也不是不可以。既然童少见多识广，肯定知道我这鞋多少钱，要不你就替他赔给我，这件事情就算了。童松，这许慕烟的鞋都是高奢限定，根本赔不起。童少，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你不会是赔不起吧？都是我的错，跟童松没关系。我现在就上网买给你。其实啊，
你只要告诉大家是你自己四肢不协调，没有站稳，我还是会考虑不给你计较的。一双鞋子而已，我怎么会这么贵？慕言，对不起，是我自己四肢不协调，是我自己没站稳。哟，这么快就改口道歉了？看来你心目中的女神不怎么高贵嘛。梦涵，别在意他，马上午休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我给你点了好多名贵的菜，补补身体。慕言，我都已经和你道歉了，你就别斤斤计较了。我和童颂要去吃饭了，你也赶快点外卖吧。哼，我家的饭菜，你们可不配再吃。童少家佣人居然又来给童少送饭了。就算咱们嘉诚集团董事长没得早，董事长夫人呢在国外打理总公司，可童少是咱们嘉诚集团唯一的继承人，自然没人敢怠慢。我可听说，当初是童少亲自给夫人说，想在国内公司历练几年，不然现在童少早就是咱们嘉诚的新任董事长了。大小姐，这是给彤彤准备的。那我的饭菜呢？大小姐，彤彤在公司工作忙，压力大，我自然得给她增加点营养，所以就没顾得上给你做饭。哎，不如你自己点外卖吧。你是我家的佣人，干的就是给我洗衣做饭的活。你现在竟然让我点外卖？反正你以前也是自己点外卖。张嫂，你也说那是以前，从今天开始呢，请你每天中午准时给我送饭。大小姐，这是彤彤她亲自点的菜，你这么有修养的人，你怎么能抢别人东西吃呢？你用我的家、我的厨房、我的锅做的饭菜，就应该给我吃。你既然这么喜欢给你儿子做饭，那请你以后用你自己的钱。许慕言居然吃了童少饭菜！哎呀，你们不知道吗？他妈就在童少家当佣人，估计就是特意跟我们表现出他跟童少亲密到可以吃一个碗里饭菜的人。这世上怎么有她这样不要脸的女人啊？童颂，慕言他怎么吃的是你的饭菜啊？我今天啊，给你点了好多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待会儿啊，要多吃一点哦。童颂，要不我们喊慕言一起来吃饭吧？他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嘛，而且就算他欺负我，也是因为太喜欢你了。他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们一起吃饭啊？走吧。童颂，慕言他怎么吃的是你的饭菜啊？徐慕言，你又想干什么？你看不见吗？我在吃饭。童少都来了，他居然还敢坐在那儿，真是不要脸到家了。就是，明明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却敢跟主人叫嚣。要我说啊，就应该把这种不知廉耻、没大没小的厚脸皮从嘉诚给开除掉。哎呀，童少，他们说要开除我哎，但是你有资格吗？徐慕言，你吃错药了，非得把事情闹成这样，你才开心了是吧？我吃到我家的饭菜，我当然开心了。至于童少你嘛，就别杵在这给我当门神了，你赶紧去点外卖吧，不然把你的白月光女神饿着了，可就不好喽。童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整个集团的人都以为我才是嘉诚的继承人，要是今天我就这么走了，一定会有人对我的身份产生质疑。这菜脏了，我们去那边吃。我记得你最爱吃香槟鸡的菜，我点给你啊。走吧。童颂，既然你给脸不要脸，就不要怪我。喂，江叔，我是莫言。哎，挺好的，我就是最近想吃香槟居的饭菜了。好。
香明居可是咱们护城屈指可数的5星级饭店，他们老板跟咱们董事长夫人可是世交，怎么会搭理一个佣人的女儿？嘿，我劝你还是别装了，赶紧过去给童少磕头认错吧，不然啊，你妈以后连给童少端茶递水的资格都没了。我现在肚子很饿，没空也没精力跟你们胡扯。是香明居的人亲自送的。赶紧把饭菜摆到许小姐面前。赶紧把饭菜摆到许小姐面前。老板特意吩咐我一定要照顾好许小姐，要是您觉得不够吃，或者有什么其他想吃的，可以安排您的专属厨师为您准备。这些就够了，你们可以先走了。许小姐慢用。我们也点了香明居的饭菜，什么时候可以送到？抱歉，老板交代今天香明居只为许小姐服务。许慕言，你故意和我作对的吧？我就想好好吃个饭，什么故意不故意？童少，你自己技不如人，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不累啊？我看着都咸。许慕言，你不用费尽心机引起我注意了，你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你恶心。哎，真的是好奇怪呀！我怎么还没开始吃饭，就觉得有点恶心？慕言，童颂平时在公司为人低调，不喜欢显示身份，但你也不能仗着是童颂家佣人的女儿就随心所欲啊。你的意思是说，香明居的人是看在童颂的面子上才给我送饭的？不然呢？童颂，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面子了？我怎么不知道？要不我帮你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够了！吃个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徐慕言，我警告你，和我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走吧。撕破脸？不，我会慢慢的把你脸皮一层层的扒下来，摁在地上踩。张嫂，你在干什么呢？大小姐，这不是这个环境吗？我也没衣服穿的，这夫人的衣服她放着，哎呀也是浪费。哎呀，哎，不过大小姐，我不会嫌弃夫人的。我妈的衣服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嫌弃？不过呢，你想穿也不是不可以。看在这些年你在我家当牛做马的份上，这些衣服我就按照原价打8折给你，怎么样8折？哎呀，这衣服都是旧的而已。张嫂，就算再旧，那也是高奢限定。况且这些衣服我妈只穿过1次而已，打8折已经是很大折扣了。你放心，不贵的，折算下来也就80来万而已。大小姐，不用了，我这就脱下来，我整理好给夫人放回去。啊，不用了，这些衣服已经脏了。出来，我在门口。我与你穿过人海拥挤，像有着默契。秦少白，能不能不要再骚扰我了？哎，
你就这么讨厌我？没错，我对你根本就没有兴趣，我也没有空陪你这种花花公子来浪费时间。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有喜欢的，他叫童颂。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徐大小姐，今天怎么这么闪光？以后只要是你找我，我都会上光。没发烧，怎么说胡话？发烧倒是没有。饿吗？是真的饿。走，带你去吃大餐。上车。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大餐。你越过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染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生日快乐！原来上一世他约我出来只是为了跟我过生日，可我却说了这么多伤害他的话。徐大小姐，要么自己把脖子伸过来，要么自己戴上，这样举着很累的。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看来这一次真的要去吃大餐。说话的男人是谁？许慕烟，你跟谁在一起呢？童颂，你家是住海边吗？许慕烟，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管得真宽。那咱们去吃什么？你负责选地方，我负责买。秦少白，再次遇见你，真好。少白。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我们干什么跟你什么关系？大半夜的，你在这叫什么？许慕烟，你就是得不到我，你能不能找个男模作践自己？男模？他要是男模，我天天包他场。包我？不知道徐大小姐今天对我的服务打几分？99分，还有1分。你的事情我不是认真的，但是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许慕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做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是吧，妈？你没看见我妈正难受呢吗？你都说了，那是你妈，不是我妈，所以她的死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你别太过分了你！她身为一个女佣，躺在我家沙发上无病呻吟，我没有怪她把我家沙发弄脏，已经是我最大的讽刺了。我妈成这样还不是被你气的？我妈就穿你几件旧衣服吗？至于吗？看不惯啊？那你走啊！现在，立刻，马上！你撵我走？你撵我走？本来呢，你就是你妈带来我家混吃混喝的。以前我是觉得你们母子俩可怜，心软才答应，但是我现在越发觉得，养你不如养条狗。起码狗不会吃里扒外，对我龇牙咧嘴。我怎么了？我很好啊。倒是你该不会是少爷的人设立久了，还真把自己当成嘉诚集团继承人了吧？许慕烟今天是被鬼附身了吗？平常她都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我不能离开这里，不然公司里面的人很快就会发现我身份的。妈，你怎么样，妈？大小姐，自从夫人出国以后，我们和彤彤就陪着你。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能说散就散。彤彤的年轻，脾气不好，你就多担当点不行吗？行了，徐慕燕，我妈都这么说了，你别再斤斤计较了。妈，来起来。身为一个主子，我开除一个佣人和一个吃白饭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哦，我知道了，你是想用激将法，让我多关注你一下。行了行了，你也别闹了啊！我以后呢会多重视你一些。来，妈。不想走，可以，只要你童颂喜欢，我并不介意天天往你脸上抽巴掌。倒也可以，究竟有多厚？儿子，这许慕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肯定是在外面认识什么不三不四人了。我刚刚看见他跟一个男模腻腻歪歪。咦！我看他眼睛是瞎了。我儿子这么优秀，他看不上，他才没变去找什么男模。儿子，你一定要把他哄骗。妈，我可是清北毕业的高材生，那一毕业就被嘉诚集团内定的。那许慕烟什么人？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梦涵那样聪明可人的天之娇女才跟我般配。哎呀，你说的没错，那许慕烟呀确实可恶。可是我们离开了这个许家，还根本就没办法在护城这一线的城市立足呢。妈，你别担心，他越是跟我玩这种欲拒还迎的把戏，我越是冷落他。他明天就会得到教训的。童嫂，你还真是耀武扬威，可你忘了，这辆车的主人是我。童少又来接梦涵上班了。今天真好看，这个车喜欢吗？某些人昨天都告诉他了，别那么嚣张，结果呢，没赶上童少的车，我估计是走着来的吧。一个佣人的女儿根本就不配坐童少的车。以前呢是童少好心善良，但架不住有个人不识好歹呀。童嫂，哎，都上班了。童嫂，你真以为这车开久了就成你的了？燕，我不就是开车上班没带你吗？至于在这胡说八道吗？
我有没有胡言乱语，你比我还清楚。慕言，我知道你生气，彤彤接我上班，但是你可以好好说呀，没必要这样无理取闹。况且，就算你不考虑别人，也应该顾虑一下彤彤的事。他就只是个蹭车的，我跟他说话已经很客气了。不过你呢？我和他说话，你凭什么插嘴？就凭你是个买一送一的东西。慕言，大清早至于吗？怎么，我说他你心疼啦？不过呢，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冯宋，你别忘了，你也只是一个没皮没脸、鸠占鹊巢、拿着我东西到处炫耀的混蛋。说什么大话呢？那么贵的车你买得起吗？你是没坐过童少的车吗？那可是豪车，就是你和你妈加起来赚一辈子也赚不到的。很快，你们就知道是不是？反正车钥匙在我手里，徐慕言，怎么闹的？你好。徐慕言，你哪来车钥匙？那是谁啊？我给你的只是备用钥匙而已，你不知道吧？哦，我差点忘了，你只是女佣的儿子，你怎么能分得清备用钥匙和主钥匙呢？徐慕言，你到底要怎样？我就是请人把车开过去保养了一下而已。不过呢，我跟 4S 店的老板说了，我让他仔细认真的给我好好保养。你也是知道的，我最近这车啊，一直被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开着，我怕被张染上晦气。童宋，你别生气嘛，要不我帮你跟别人解释解释，为什么从现在开始你的车没了呢？够了！徐慕言，我着急开会，没空跟你浪费时间。爽！彤彤，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徐慕言拿我车钥匙，说我车好久没保养了，自作主张呢找了 4S 店的人来。说到底呀，都是为了那天顶撞我，给我道歉的。走吧。刚刚董事会亲自下来通知，说童宋这次的策划书做得非常好，希望大家能跟童宋一起再接再厉。童少，今晚好好庆祝一下吧。不如咱们去皇朝好好放松一下，怎么样？皇朝可是很贵的，而且我听说位置特别难定，能去皇朝玩的人可都是咱们护城非富即贵的存在。哎，你们在纠结什么呢？童少可是嘉诚未来继承人，只要童少出马，皇朝怎么可能不给童少面子？没错，童少的人脉和资源啊，在护城那可是数一数二的，谁敢不给童少面子啊？我说的是吧，童少？慕言，你不过呢，童少您放心，今天我就不打扰您雅兴了，祝您和同事们玩得开心。你干什么？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我会多关注你一些。我说到就会做到，但是你今天太过分了。不过我不跟你计较，我给你一个向我道歉的机会。有病治病，别出来打我。你也是知道的，我心脏不是很好，这要是受伤了，你妈妈的金主可就没有了。你给我妈发工资那天经地义，我妈兢兢业业照顾你这么多年，没我妈你早饿死。好了，你也别演戏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今天晚上的聚会你想来就来，但是啊，记得把包房订一下。哎，对，还有，我听说皇朝有个最贵的套餐，部长给我订上啊。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想以我的名义进皇朝定位主啊，还要我买单？哈，我知道了。说来说去啊，童少这是囊中羞涩，没钱请客吧？徐慕言，你别不知好歹，这是我给你向我道歉的机会。
那就请把你的好意留给你的白月光女神吧，我呢，不需要。哼，我就知道，你装的嘛。虽然呢，童少你自恋、愚蠢又不要脸了些，但好在我是有教养的。我回来就特地跟你说一声，虽然你的好意我不用了，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包括你全家。童宋，怎么了？要不大家换个地方？这许慕烟就是贱，明明已经找人订好了包房，还不承认。许慕烟，虽然最近你总惹我生气，但是看在你这么尽力讨我欢心的份上，我不和你计较。各位，今晚皇朝包房，畅玩我全包！真想包！我听说那可是皇朝最好的包厢，包厢费就6位数呢。少在那里大惊小怪了，你没听见童少说今晚全包吗？就是啊，童少那么有钱，区区6位数，他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能在皇朝订最贵的包房，童宋绝对是嘉诚集团的大少爷，都怪许慕烟那个贱人，今天差点就被他给骗了。这些都是跟我一起玩到的发小，他们在沪城各行各业都有人脉和资源，以后有事随时找他们。以前跟童宋出去玩的时候，不是我买单就是我买单。再看看秦少白，人比人真是气死人。许墨烟啊许墨烟，你以前还真是被猪油蒙蔽了心。怎么了？心脏不舒服？天哪，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么好玩的地方。这多亏了童少呢。不过话说，这许慕烟真能装，竟然主动说不来。童宋，慕烟真的不来吗？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请大家出来玩，他哪有不来帮忙的道理？放心吧，他早就在包厢等着了。走。佣人的女儿果然就是天生伺候人，居然还妄想跟孟涵抢童少，真是贱。估计他这会儿啊，早在包厢等发霉了吧。许梦烟，怎么了？心脏不舒服？啊，没什么，我就是需要吃几颗？你怎么会有我心脏的药？记得在国外听伯母说过，你心脏不好，所以回国之后特意买了一些带在身上。许慕烟，你不要脸！这谁啊？怎么那么帅？他许慕烟找男模。慕烟，我知道童宋不喜欢你，还一直拒绝你，可是你也不能这么自甘堕落啊！我不要脸，我自甘堕落，麻烦你们把话放尊重一点，不然我可要告你侮辱。你就是童少家有一条狗，也配这样跟主人叫？包房明明是你给童少订的，童少还没来呢，你又是开酒又是叫男模的。我什么时候给童宋订包房了？慕烟，我知道你在公司就不喜欢我，还总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可是我们今天是来给童宋庆祝的，你就别捣乱了，好不好？好人全让你来做了，坏人全让我来当。张梦涵，你还真是会懂说话的艺术的。不过今天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给你个面子，我把这个坏人当到底怎么样？呀，你伤害梦涵，我让你好看！许慕烟，你敢伤害梦涵，我让你好看！你干什么？别多管闲事儿！童宋，你没事吧？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也想试试？
你流血了？你担心我？走，我带你去包扎一下。怎么打了人就想走呀？是童颂先动的手，他被打，那是他活该。大家听听，现在奴隶都敢这么对付女性了。许慕言，你怎么能这样？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童少和梦涵两情相悦，就因为童颂为了梦涵不搭理你，你就这么伤害梦涵喜欢的人？那回梦涵可是一直把你当做朋友。他不是我朋友。许慕言，太过分了！我要替梦涵好好教训教训你。就算你想要趁机巴结讨好庄梦涵，也得看看你面前的人惹不惹得起。走。哎，站住！徐慕言，我们都到这儿，把我们扔下自己走了，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跟我朋友在这玩的好好的，你带着一帮人闯进来惹事也就算了，怎么，你还想非法拘禁？你不是特意订的包房给我们庆祝的？我看你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是脑子有泡。我凭什么给你订包房？我又凭什么给你庆祝？难道就凭你妈是我家的佣人？哎，够了啊！少在这些胡言乱语，扯些有的没的。要不是你不知分寸，带这个男模给我丢人现眼，也没有后面这件事情。说到底，就是你不懂事。行了，我今天不跟你计较，只要你留下来，我不介意和你的男模一起玩。走。哎，徐慕言，你要敢走，我真敢报警。你的男模已经对我构成伤害了，我要报警，他肯定得进去。不过呢，我这个人是可以商量的，只要你留下来，顺便把这些单买了，我可以息事宁人。童颂，你是想讹我？我这个人呢，一向是别人敬我一尺，我还别人一丈。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让你吃罚酒。需要我告诉你报警电话号吗？我真的会报警的啊！你想清楚。随意，你别后悔。既然童少这么有雅兴，那我们自然不能扫兴。再说了，买个单又不是什么大事，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留下来吧。徐慕烟，说来说去，你还是放不下我，想要找理由赖在我身边。童颂，今晚尽管吃，尽管玩，我买单。徐大小姐，可不给个理由啊？为这样的人惹一身骚不值得，况且这里的消费很贵的，就他头上那点伤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既然他这么喜欢威胁人，那我就以牙还牙。你笑我？我们徐家大小姐这么聪明，我哪敢笑？你这是在关心我？那当然啦，因为我喜。因为什么？天哪，这音响也太好了吧！真亏是护城最好的娱乐场所，这可是托了童少的福。不像某些人花着童少给的钱，给自己点了个什么玩意儿？男模，就是那种只要花钱就能陪你喝酒、唱歌、逛街的呀。我羡慕。现在的秦少白刚刚回国没多久，这些人自然还不知道被他们当做成男模的男人，其实掌控着护城所有的人脉和资源。来，我们一起敬童颂一杯。哎，别愣着了，我们玩得这么开心，带着你男模过来，我们喝一杯。我朋友他不是男模，都被抓到了还不承认？怎么有脸做没脸承认啊？原来你也知道丢人呀！这位男模先生，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哦，你的这位金主可不是什么有钱人，他妈妈只是我们童少家的一个佣人。好了，
大家都少说2句吧。慕烟只是因为得不到同送，所以才花钱找人陪她的，她也挺可怜，挺不容易的。徐慕烟，童少叫你过来喝杯酒，那是看得起你跟你的男模，还不赶紧过来谢谢童少？要是没有童少，你连坐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还叫男模？叫你那个佣人的妈来陪你还差不多呢。哎，来，陪我们喝一杯，再说点吉祥话。这瓶没开封的酒，赏你了。徐慕烟，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这男模不就来调节气氛的吗？我不亏待他，这瓶酒可是他平常小费的好几倍呢。那酒可是典藏限量版，光一瓶酒就好几万呢。慕烟，以你的身份，应该没见过这么名贵的酒。不过我可以保证，这瓶酒是真的。就算是拿去换钱的话，应该也可以抵你妈妈好几个月的工资了。童儿就是大方，不过依我看呢，没必要给他们那种名贵的酒，随便几百块打发得了。童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做乐在生悲。徐慕烟疯了！童少见多识广，应该也知道这里的消费吧？你带着这帮人来这里点了这么多，又吃又喝的，都足够买你命了吧？什么意思啊？我呢是答应过给你买单，但是我买单的金额是跟你头上的商城正比的。现在很显然，你的消费已经超过你的标准。套路啊？没错，我就是套路你。摇吧。现在呢，摆在童少面前有2条路，要么就是我报警告你敲诈勒索，要不就是你把头子伸过去给本小姐再领个手。本小姐心情好啦，这点买单的钱不会差。一个佣人女儿就敢跟童少比，我看你想找死吧？童少，不用对这样的人心软，让他滚蛋。童少，你真的要撵我走啊？这我要是走了，对你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徐慕烟，你以为你是谁啊？童少会在意你的去留吗？和你的男模竟然敢这么对童少，我要是你啊，就赶紧夹着尾巴滚蛋了，不然等童少发威，你俩没一个好下场。童宋，我看慕烟是真的不想在这儿待了，不如就让他先回去吧。既然这样子的话，那看来我这个多余的人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我看童少的伤好像也没什么了，要不我们就把营养费留在前台，至于剩下来的嘛，我可就管不着了。还营养费？堂堂童少差你点钱吗？许慕烟，童少可是说了，今晚他买单，用得着你在这里假惺惺的吗？要滚就赶紧滚啊！真以为童少会挽留你啊？走。哎，小编，别走。童少，你有话就说话，千万别动手动脚，不然啊，公司那帮长舌妇、假仗人势的狗，又该说我纠缠你了。我们好歹认识这么多年了，没必要这么狠毒吧？我都说了，你的伤我不追究了，好不好？你只要把这该给钱给了，况且你不差这点钱吧？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刚刚童少也不是这么逼我留下来的。哦，我明白了，原来呀，痛只有痛在自己身上才知道有多疼啊！徐慕烟，别闹了啊！我知道了，你今晚生我气，就因为我一直陪着梦涵，对不对？这样，我今晚一直陪着你，只要你不闹了，可以吧？堂堂嘉诚集团唯一继承人，大名鼎鼎的童少，居然说要单独陪我，真是受宠若惊啊！童宋。许慕烟，你不就想得到我吗？啊，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你也不想让我丢人，也不想毁掉我，是吧？我以前确实是眼睛瞎了，脑子坏了，才会喜欢跟在你身边。但是现在，请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要相貌你比不过，要身材你没有，人家的大长腿都比你的命可长了呢。说句难听的，你现在这是脱光了，我光靠摸都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不过呢，可以看在我曾经喜欢过你的份上，对你手下留情。徐慕言，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是被我哄得团团转？说到底，你就是我身边的一个舔狗。不过呢，既然你喜欢喝酒，那就请童少、静怡还有我的朋友各请一杯。只要你的态度足够诚恳，我可以考虑放你们。是吧，小白？你做主就好。徐慕言，你让我给你和你的男模敬酒，你这不让我难堪吗？啊！3、2、1。哎，好，我答应你，我喝。请吧。慕言，童总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又是开车载你上下班，又是让佣人去公司给你送饭，你怎么能这样逼他？庄梦涵，请注意你的言辞，你这样讲可是我要告你诽谤的。童少那可是心甘情愿敬酒的，我说对吧，童少？满意了吧？还有一个。徐慕言，你太狠毒了吧！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你只是童少家一个佣人的女儿，你竟然敢这么对童少！我劝你最好摆正了自己的身份，你呀就是童少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本来呢，我不是很想把话说清楚，我不想因为一些不值得的人放弃我体验工作的机会。因为我妈妈常跟我说，人呐站在高处是听不见底下声音的。但是既然你们把话都说到这份上，那我不妨也说清楚。其实童颂才是我们家保姆的。满意了吧？啊？童少真是好酒量啊！不过呢，童少刚刚自己也说了，酒是要喝的，好听的话也是要说的。好，我祝你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呀！真是没想到啊，我们童颂说起恭维的话来，还真是挺好听的。你开心就好。徐慕言，你故意这么针对社里，不就是因为得不到我？以前我还念你是一条听话的舔狗，对你手下留情，但是这次的耻辱为力加倍。童颂，好了，玩也玩够了，我送你回家。好。慕言，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还没有跟你说晚安呢。晚安。要不回我家睡，刚好我爸妈也想见你。妈，哎呀，你说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大小姐，你快过来看看童颂吧。哎，他说他是跟你出去玩的，这怎么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张嫂，醉鬼的话你还是少听些比较好。不过呢，你还是把他看紧了，别让他吐在我家客厅上。我家地板可是很贵的。不光是我儿子这么说，送他回来的人也能证明他这个样子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张嫂，你想说什么你就直接说，我很累，没空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你怎么就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我儿子要是真的出什么事情，你这就是谋害，你知道吧？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呀，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一定呀不会把事情弄得这么僵。这你也知道，我这儿子他在项目部
也待了有几年了吧？以我儿子的能力和才华，他胜任项目部的经理，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算是听出来了，张嫂啊，原来你想给你儿子升职啊。童嫂，真是没想到你哪来这么大面子，你就陪我喝了一杯酒，就敢跟我要职位。我不管，反正嘉诚集团它是许家的产业，大小姐帮帮忙你就通融通融呗，不然那我儿子要是真是因为你喝酒出现了什么事情，那你有推脱不了的责任。你威胁我？我哪敢呀！你这么喜欢我儿子，哎，你一定希望他在事业上飞黄腾达，成为这个人中龙凤，对吧？就因为我喜欢，我就活该被你们任意摆布；就因为我喜欢，你们就可以对我肆意妄为。你对我妈大喊大叫干什么？不就因为你喜欢我吗？哎呀，行了，别磨叽，你赶紧点个头答应得了。我困了，我睡觉了。对，你赶紧点个头同意，这喝酒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计较。童嫂，其实呢，如果你想反咬我一口，完全可以自己来跟我说，没必要把你妈也拖下水，和你一起丢人现眼。什么意思啊？张嫂，你身为我们家的女佣，平时不安守本分也就算了，现在竟敢领着你的儿子敲诈到主人头上，看样子我们许家这个小鸟以后就容不得你。许慕烟，你别不知好歹！我妈照顾你这么多年，她没有功劳有苦劳。哎，你这个废物，离开了我妈，你生活都不能自理。没错。他是……我不完全否认你刚刚说的话，但我不会不要紧，我会聘用新的女佣就可以了。哎妈，来滚！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徐慕言不是对你言听计从，根本就不敢惹你不开心吗？咱现在的一切都是许家给的，如果离开了许家，你说咱到哪去过好日子去？走，咱现在就去给许慕言道歉。妈，我现在还没有被赶出嘉诚集团，那说明许慕言心里放不下我，这就是跟我闹别扭罢了。项目部的经理马上要升职了，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职位，到时候许慕言一定会对我再次折服，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着我扳回去。公司已经决定，我即将升职，离开项目部。好，洪总，我其实是一直很欣赏你的。等我走之后，我的位置就会空缺出来。正好啊，咱们手上有一个新的项目，只要你把这个项目做好，我一定会亲自向公司高层举荐你作为新的项目经理。您放心，肯定不让您失望的。好。许慕言，你也没想到属于我的机会来得这么快，这次让我看看，没有你许慕言的帮助，同样也可以成功。区一个项目部经理，就算童少当上了，也是屈才了。你不懂，公司呢就是变相找个理由给童少升职。童少可是清北学霸，项目经理那个位置，闭眼都能胜任。唐宋，恭喜你啊！你放心，等我当上项目部经理，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好了，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去会议室开会。许梦烟，这个项目你就不要参与了。没想到某些人的现世报来得这么快，谁让某些不识好歹的人昨天晚上那么嚣张，还敢让童少敬酒啊！慕言，你也听见了，这次的项目对童松来说非常重要。不是我们不想带你，而是你的水平真的有点太低了。你说我们大家都是同事，这平时帮帮你倒也没什么的，这次你就别去帮倒忙了吧。麻烦你搞清楚，他
现在还不是项目部经理，而我是项目部的一员，我有资格参与公司的每个项目。许梦妍，就因为我不喜欢你，昨天晚上趁我喝多的时候灌我酒，让我失态。我现在不仅觉得你能力有问题，我还觉得你人品有问题。我的项目不允许你这样的人浑水摸鱼。哦，原来童少昨晚喝多了，趁人之危的卑鄙小人，真是太不要脸了。童少说的对，我们根本不屑于跟这样的人共事。许梦妍，实话实说，你这般蛇蝎心肠的毒妇，怎么跟我温柔可人的梦涵相比？就算我眼瞎了，我也不会喜欢上你的。一个佣人的女儿也想跟童少心上人比啊？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真是做梦！好了，大家的话你也听见了，我劝你啊，不要来恶心我们，回到你的位置上好好做好，好吧？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渣，没想到你还蠢得可以。你这样公报私仇、假公济私，我可是会去公司那儿投诉你的。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的利益，就算你要到董事会去，也没人帮你，毕竟你的水平大家有目共睹啊，对吧？许慕言，嘉诚就算是你们许家的，但是董事会还有其他股东，他们不会为了你放弃公司的利益的。童总，你真的就以为你凭这个清北的毕业证书，你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众生了？你说错了，我跟孟涵不仅手握清北的毕业证，更是清北的高材生，不像你，只是一个混吃等死找丫的废物罢了。哎呀，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灾。童总，你这样是会遭雷劈的。听起来你好像很不服气啊。这样，这个项目你单独做，我们一起上交公司高层，看高层采纳谁的方案，敢吗？童少居然让许慕言一个人做项目，他怎么这么温柔，还这么有钱啊？童少，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他要是真有那本事，还用天天吊车尾吗？慕言，你就别逞强了，就算你做不出来，也是人之常情嘛。我劝你呀，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吧。好了，开会去。童总，你既然想比，那我就奉陪你，全当遛狗了。你说许慕言该不会真的一个人在做项目策划书吧？如果是孟涵我还行，就他做孟涵差不多呢。你们不要这么说慕言，慕言他的实力虽然有点低，但是我想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肯定不会跟童颂比的。许慕言，你竟然真的一个人在做项目策划书啊？哎，许慕言，你真的要跟童少比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既然想赌，那就陪他玩玩。许慕言，既然你自己想死，我一定成全你。你怎么来了？虽然我们有婚约在身，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咨询下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难得见你这么认真的时候，我肯定要捧场。对你，我一直都是认真的。许慕言居然跟一个男模在一起了！许慕言居然跟一个男模在一起了！慕言这是疯了吗？怎么能跟几个男模一起堕落？哎呀，
这有什么奇怪的？肯定是许慕烟追童少一直被拒绝，心灰意冷，就只能选择跟一个男模凑成一对了呗。一个女佣的女儿也妄图跟童少在一起，咱们童少可是又有钱又有权的，根本不会看上他那个垃圾。徐慕言，我以前只是觉得你蠢，没想到你现在不但蠢还脏。成为项目部经理只是我第一步，我会一步一步往上走。等我进入董事会，哪怕你是许家的大小姐，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姑爷，妈，大小姐好。慕言，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本来想回来，没想到总公司突然有点事情。慕言，你不会怪妈妈吧？妈，我知道你这么忙，是为了守住爸爸辛苦打下嘉诚集团，我不怪你，都怪我，到现在都还不能帮上你的忙。果然，你跟少白在一起懂事了。本来听少白说你接受了他，我还不相信，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曾经为了童宋那个渣男，我不但错过了齐少白，还跟妈妈大吵大闹。现在想想，那是我真是个笨蛋。妈，我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将童宋母子赶出家了。你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妈妈很开心。再等几个月吧，到时候妈妈做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了，就回来陪你好不好？上一次妈妈怕我被童宋骗，特意在3个月后赶回来，就是为了陪在我身边。结果那家客机这妈，我已经成年了，我自己能处理好国内的事情，你就安心在国外忙你自己的事情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嘉诚集团国内董事长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慕言，其实啊，妈妈要的不是你的一鸣惊人，妈妈要的从来都是你的平安健康。妈，有你真好。让你看笑话。慕言，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这个词叫做陪伴。我今天跟童宋打赌做项目策划，你觉得我能赢吗？据我所知，嘉诚集团的董事会对你一直并不信任，当初全力投票向博文拒约你接手国内的嘉诚集团，所以呢，你才会选择隐瞒身份进入公司，为的就是向他们证明你可以。不过据我所知，自从你进入公司之后，一直没有取得过任何成绩。所以，你觉得这次打赌是我自不量力啊？如果对你不了解的人呢，自然会认为你以卵击石，但是我可是清楚的记得，我在国外被你虐得有多惨。让我想想，小学时候全优毕业，中学就开始学习8国语言，高中的时候呢就被保送到世界第1的名校。我这个万年老二做的可是稳稳当当的。被我这么比下去，你都不觉得生气啊？当然不会啊，技不如人是我的问题。慕言，优秀就应该被认可，你的优秀值得所有人肯定。原来真正欣赏的人根本就不会去责备你的优秀。童总，曾经我为了不打击你的自尊心，我步步退让，只为了凸显你的成功。但是现在不会了，童总，从现在开始，我会认真的和你一较高下。虽然我没有想到会收到2份项目策划书，但是既然童宋和许慕言都是咱们项目部的员工，我刚刚就把这2份项目书都交给甲方公司过目了一下。是许慕烟不自量力，我们也没办法，他非要跟童少比的。张经理，是不是跟许慕烟相比的童少更胜一筹啊？在童宋的带领下，你们的项目确实依旧做得非常具体。慕言啊，其实输了也没什么的，毕竟你的实力本来就比不过童宋。不过啊，你的努力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努力有什么用啊？在失败面前一文不值。这还没宣布结果呢，你这着急个什么劲儿？你没听见刚张经理说的吗？童少的方案一如既往的优秀，这结果还不明显吗？输了就要认，况且你本来就是个垃圾，没什么觉得好丢人的。我们大家呢早就习以为常了。怎么不承认失败了？我失败？
输不起就直说啊！我也可以当你没有跟我打过这个赌，反正以你的水平，也不配当我的对手。童宋、童少，就算你着急想要表现自己的成功自大，也总得等张经理把最后的结果说出来吧。张经理啊，台阶已经给他了，他非要一个结果。既然如此，就请张经理宣布最后的结果吧。我原本打算先把这2份项目计划书交给甲方公司过目一下，等到具体的细节再由你们亲自去讲解。但是没想到，人家甲方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咱们的项目合同，决定合作。童少太优秀了，就是某些人啊，就是追一辈子也别想追上。甲方公司这次选择的是许慕烟的项目策划书。没想到啊，这么优秀的项目策划书竟然是你一个人完成了。许慕烟，以前是我低估你的实力了，你可一定要再接再厉啊！张经理，我会继续努力的。童宋，一次失败而已，不代表什么。确实不代表什么，只不过是让我把童少踩在脚底下狠狠碾压，顺便呢，让童少坐不上项目经理的位置而已。许梦烟，你好恶毒啊！你非得挡我的路呀！你这输一次就骂人啊！别着急了，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别着急嘛，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得意什么？不就是走了一次狗屎运？就是的，谁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这次项目策划能过，偷偷去了甲方公司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毕竟啊，一个连男模都能谈恋爱的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哼，童宋，虽然他们说的话不好听，但是慕烟忽然就能做出来令甲方满意的项目策划书，确实有些不太对劲。就算许慕烟不会真的跑去甲方县内，但她到底是嘉诚集团的大小姐，谁不知道她会不会动你什么关系？许梦烟背后肯定搞小动作了。我们不能让我们这几天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件事情没完。走，找公司高层去。你们说许慕烟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甲方认可。嘉诚集团最注重业内影响，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不但业内的其他企业会对嘉诚失望，就连集团内部员工也会不服气。各位董事，你们也不希望这样的害群之马通过卑鄙龌龊的手段一路高升，坐上这不该坐的位置。马上让项目部的许慕烟到董事会议室。刚刚我们接到举报，你这次的项目策划有问题。是我的项目策划有问题，还是某些人妒忌我？从你进入公司表现来看，你确实不应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独立完成项目策划书，并且还能被甲方认可的实力。我知道董事们在意什么，有话就直说吧。徐慕烟，你违反公司规定就应该被开除，你这样的人就不配跟我们共事。你们没有确凿证据，凭什么开除？况且，我想你们也没有资格开除。徐慕烟，你疯了吗？董事会没有资格开除你，童少就在这里，开除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哎，既然你要证据，我们再比一次，就你和我。你想和我单独比？你确定？只要能当着董事会的面证明许慕烟用了其他手段，就算董事会没办法开除许慕烟，我也有资格当上项目部的经理。如果你输了，那就证明上个项目你作弊。怎么不敢比？不是不敢，而是你不配。你，慕烟，你不能当着董事们的面这么任性。况且，童宋愿意跟你比，也是为了帮你证明你没有作弊。如果你真的没有作弊，应该不会反对吧？我有没有作弊还要我自证？那照这么说的话，我现在说你浑身溃烂，长满脓疮，你是不是就要脱掉衣服自证清白？
许慕烟怎么会有这么层次清晰的思维？你这是在偷换概念！董事们还坐在这里，岂有你撒泼？许慕烟，我们确实很想亲眼看看你的实力究竟如何。我想你会明白我们的意思。我的实力凭什么证明给你们看？你们又凭什么站在我头上耀武扬威？光凭你们对我的怀疑，就对我恶意揣测、搬弄是非。我想，诸位董事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慕烟，我知道你跟童宋的实力相差悬殊，你害怕，我们可以理解的。不如待会儿我帮你跟童宋说说，让他让着点你，这样你也不至于输得太难看。张梦涵，你见缝插针、里掏外掘的本领可真是炉火纯青啊！如果比装模作样的话，我确实比不过你，但是要是比项目策划，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或者说呢，你们两个可以加在一起跟我玩，毕竟啊，你们俩最擅长的就是双剑合璧。至于我嘛，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赶，都一样。哼，徐慕烟，你疯了吧？慕烟，我们不能这样欺负你。你要是不想欺负我呢，那就在我赢了之后，记得恭恭敬敬的尊称我一声许经理。本来呢，这次项目策划是决定童宋是否能担任项目部经理的职位。虽然呢，他输了，但是好在我大人有大量，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呢，如果我赢了，项目部经理的职位就由我暂时担任，那也是合情合理。我不同意。童宋，你平时跟庄梦涵不是整天自称清北的佼佼者吗？怎么，你们这两个学霸加在一起，跟我这个吊车尾比，怂了？慕烟，项目部经理的位置可不是儿戏，我想董事们应该也不同意你这样没学历的人。董事会可以同意。童宋，怎么说？敢不敢比？许慕烟根本就没有实力，我和童宋在一起，他根本没有胜算。许慕烟这个废物，既然他想死，我就送他一程。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让秘书找一个新的合作项目，你们就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做项目策划。等等，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慕烟赢了，但如果慕烟输了呢？任你处置。童少本来就是咱们项目部的顶梁柱，现在又有了梦涵，他们俩简直天下无敌。许慕烟竟然敢一下子挑衅童少和梦涵两个人，简直就是不自量力。这次啊，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许慕烟，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啊？等死的滋味儿不好受吧？这是什么味儿啊？是不是你早上没刷牙呀？嘴怎么这么臭？慕烟，不如还是算了吧。只要你现在跟董事们承认你作弊了，我和童宋还有同事们都会不计前嫌原谅你的。哎呀，梦涵，你的善良给这种人没有用，他就爱自作自受。不如我们想想怎么惩罚他吧。可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对慕烟太残忍了？梦涵，你真的好美好啊，跟一些人比起来，简直云泥之别。想腻歪就滚出去，这里是会议室，不是你们的后花园。许慕烟、童宋和庄梦涵的项目策划书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没想到这两份项目策划书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我早就说过，某些人非要嚣张的跟童少比，简直是不自量力。许慕烟，我跟你说过吧，公司董事看重的是利益，不是人情，哪怕你是公司的大小姐都不可以。慕烟，我一直拿你当朋友，你要是离开公司，我会舍不得的。
对，没错，许慕烟这样的就该滚出公司。张梦涵，你现在煽风点火，是不是为时过早？许慕烟，不用你等，等董事们宣布结果，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根据我们董事的一致决定，许慕烟的项目策划书更加具体严谨，远漂同送庄梦涵。有黑幕，你偏袒许慕烟。童宋，以你现在身份来看呢，你说集团的董事们偏袒我，说我们有黑幕，这不合适吧？童少不是嘉诚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吗？是啊，就算董事会偏袒，也应该偏袒童少啊，为什么会是许慕烟呢？我不服，还请董事们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把2份策划书完全公开。这项目书是许慕烟做的，怎么可能？这次项目合作的公司是小语种公司，连童少和梦涵做的策划都被董事们标记了错误的地方，是许慕烟做的，竟然全都对？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许慕烟写的？许慕烟，没想到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我们董事会非常期待你未来在公司的成就。诸位董事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秀恩爱，死快。今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原本我对你的第1份项目策划书也有些怀疑，现在看来，不说那么多没用的了。董事会已经决定让你担任项目部经理，不就走一次狗屎运吗？有什么好得意？童少和梦涵的优秀，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输给这样的人，真是不甘心。输了就输了，哪来那么多理由？我觉得公司这次的决定实在是太草率了，毕竟是项目部经理，还是应该更慎重一些才稳妥。输了就耍赖，败了就反悔，你这种事情，怕是连幼儿园小朋友都做不出来。我只是从集团的利益出发，毕竟童宋为集团创造了那么多价值呢。庄梦涵，你还好意思替别人说话？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手下败将。比起童宋这个半斤，你这个8两，也就这么回事儿。慕言，我知道你因为童宋喜欢我，处处看我不顺眼。可是你说我就算了，没必要这样说童宋吧。许慕烟，你少得意！你不就是喜欢项目部经理这个位置吗？我让给你好了，反正我也不在乎。没错，童少可是嘉诚集团未来接班人，谁会在意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啊？就是的，拿着鸡毛当令箭，难怪是女佣的女儿，就是没见识。项目部经理这个位置，童宋稀不稀罕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尊称我一声许经理，包括你，还有你。你们别忘了，我可是你们的顶头上司，我要是不高兴了，你们可能也高兴不起来哦。许经理，许经理，慕言，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没必要这么在意一个称呼吧？怎么就没必要啊？这可是我踩着你们得来的，我可是很珍惜的。童宋，徐慕言，你不赢一次吗？你欺负人干什么？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我踩他，难道没踩你呀？而且是2次，请叫我许经理。怎么，不想叫啊？不过呢，我这儿是不留这种不服管教的员工的。你们2个要不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呗。各大集团看重的不单单是学历，还有经验。以我现在的经验，要是离开了嘉诚，很难再找到相待遇的工作。许经理，如此可教也。该你了，许经理。我没有让你们2个滚蛋，不是我仁慈，而是我要让你们亲眼仰望着接管嘉诚集团。童宋，慕言他已经当上项目部经理了，
以后他一定会处处看我不顺眼的。不如你跟董事们说说，找个理由把他开了吧。我，童宋，就连嘉诚集团都是你们家的，这小小的问题肯定不在话下，对吧？况且慕言他那么优秀，就算离开嘉诚集团也能找到更好的。反正他也不喜欢我，分开对我们彼此都好。可惜啊，嘉诚集团是属于许慕烟，而不是我。童宋，你不会是因为喜欢上慕言，所以舍不得吧？怎么可能啊！我就是想啊，我们公司啊，既然与沪城第一大家族秦家达成合作了，以我为首的项目部如果能拿下秦家的合同，以秦家人投资的数目，我应该能越过项目部经理，直接竞争副总。可是你不就是嘉诚集团的继承人吗？怎么还竞争呢？虽然我是集团的继承人，但是我更想啊得到董事们认可，尤其是许慕烟。童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追求。你放心，我和项目部的同事们都会帮你的。等童宋成为了副总，他就离接管嘉诚不远了。届时我就答应童宋的追求。许慕烟，等到那个时候，就是我把你踩在脚下。许慕烟，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哪位是重做？为什么？你知道秦家为什么会被称为世家？3代为门第，5代为财团，9代为家族，从12代往上数才能被称为世家。超过5代以上是不会轻易抛头露面的。豪门追求的是有钱，而世家追求的是政权和人脉，所以他们要的是义，不是利。不过是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罢了，有什么好炫的？不是我炫耀，而是头上你太无知了。我已经把和秦家能够合作的项目整理出来了，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想法补充就可以了。慕言，我知道你对我和童宋一直都有意见，可是你不能这样公报私仇啊！这份项目策划书是大家的功劳，你不能因为我们2个就否定大家的心血。如果我公报私仇，你们2个早就滚蛋。说的头头是道，结果不还是个女佣的女儿？就是的，搞不好就是他瞎说的呢。一个部门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如果大家都认可童宋的项目策划案，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听慕言的。孟涵说的没错，我们暂时按他的想法去做，等我们跟秦家人见了面，再换成我们的方案。我听说高层这次很重视跟秦家的合作，见面那天董事们也会出席。许慕烟不认可童少，但是董事跟秦家认可就可以了。没错，我们到时候再陈情告状，许慕烟打压员工，刚愎自用，特立独行。届时董事们一定会狠狠地收拾许慕烟的。刚刚吃的好不好？还好，有你陪我走走。嗯。对了，明天公司和秦家谈合作，你会来吗？就这么想见我？点个头就同意了。徐大小姐，你当我是什么？你当我是小狗啊？不够。啊？看那么认真有什么用？反正看了也是白看。要我说，一会儿有他，好看才是真的呢。你们在说什么？看了白看？慕言，没什么，他们在说秦少好看。听说秦少是秦家这一届唯一的继承人，只可惜他从小就被送到国外，
最近才回来。我还听说秦少跟童少两人年纪差不多，而且身材样貌都是1顶1的。据传在国外时还被星探看中，就是人家秦少不屑抛头露面。下回啊，记得放糖和奶，我不喜欢喝黑咖啡。谁说这咖啡是买给你的了？想喝自己去买。不是啊，我记得你最讨厌吃苦啊，不是买给我的，还能买给谁的？慕言啊，你给童松买咖啡的话，不用避讳我的，我们都是朋友，我不会介意的。哎，打住！童颂这么好的男人，你还自己留着慢慢欣赏吧。至于当我朋友这件事儿，你不够格。哎，对，梦涵啊，咱确实不适合跟一个和男模谈恋爱的人做朋友。哎，对了，你那个男模最近怎么没来接你啊？该不会是钱不够，男模跟其他富婆跑了吧？这连一个男模都留不住，真是个废物。天哪，那个男模怎么来这儿了？你仔细看，他好像比那天在皇朝时更帅了。虽然他只是个男模，但就凭这个长相，跟在许慕嫣的身边还真是暴殄天物。不过，要是等童颂真的当上了副总，我可比许慕嫣更适合保养他。等很久了吧？我也刚到。啊，对了，我们公司没有黑咖啡，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哎，许慕嫣，这咖啡是给他买的。这不是很显然吗？你让一个男模在上班期间来公司，已经公然违反了公司的规定，现在还跟他卿卿我我，你信不信？我马上去告诉公司的高层。童颂，你还是省省力气吧，他可是我们集团今天最重要的客人。徐慕嫣，你把我当3岁啊？我们今天谈的投资对象是秦家，他一个男模，懂什么叫投资吗？董事和秦家人都到了，徐慕嫣，我看你这次怎么办？好了，人都来的差不多了，我先走。难得见你这么认真一次。我今天可是来给你捧场的，自然是要积极一些。哼，还想偷偷走掉？别动，站那儿。童颂，你有毛病吧？徐慕嫣，哈，完了，就是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所有人。许慕嫣在上班期间公然带一个不相关的人进入公司，不但把公司的规定和名誉当成儿戏，更是对我们这次的合作方甲方秦家最大的不尊重。你说不相关的人是？就他，就是他违反公司约定进入，并且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男模。没错，许慕嫣自己不要脸，找个男模来当男朋友就算了，竟然还带到这里来，简直就是不要脸至极。慕嫣，你既然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就应该为他着想，不能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男模，身份卑贱，就随心所欲，完全不考虑他的处境和他的自尊。我不考虑他的处境和自尊。慕嫣，我知道你想把他带来让我们大家看看，你交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可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话，又怎么会为了自己一时的虚荣心，而搞得他现在要跟你一起被大家指责呢？庄梦涵，你有少听狗叫，影响心情。好，许慕嫣，我当初竟然能让童颂厌恶你，现在我就同样能让你的小白脸恶心你。哦，董事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了，许慕嫣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胆大妄为的人，公然和一个男模卿卿我我，完全不顾及公司的利益，在秦家人的面前。我可听说秦少这次也会来参加会议呢。没错，传闻秦家的这位秦少可是国外顶尖大学的高材生，
我想这么优秀的人才肯定很注重家族声誉吧。要是让他知道今天在场的人竟然有人这么不把秦家放在眼里，尤其这个人还是咱们集团经理的话，所以我建议在秦少来之前，我们要严肃处理许慕烟和他这个男模。你说他是什么？男模，就是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果然啊，心脏人看什么都是脏。你说我男朋友是男模，你有证据吗？就因为他腿比你长，长得比你好看？哎，许慕烟，你少强词夺理。他要不是男模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皇朝？就是你们两个人上次在皇朝有多腻歪恶心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因为我男朋友出现在皇朝，你们就说他是男模？那他也出现在皇朝，难道他也是？你别对我喷人啊！统少息怒，我刚刚可能就是一时嘴快，说的不够准确。毕竟以你这种姿色做男模，确实不够格。莫言，你还是快别在这狡辩了，赶快去跟董事们和秦家赔礼道歉吧，不然等会儿秦少来了。不用等了，我们家少爷已经到了。秦家人可是护城最大的世家，这次我倒要看许慕烟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嚣张。许慕烟那么下贱，待会儿肯定要跪在秦少面前装可怜的。莫言，你还是别逞强了，只要你愿意跟秦家和董事们道歉，我和童颂都会帮你说话的。张梦涵，我没有错，我道什么歉？哎呀，梦涵，有些人呢就是不知好歹，把你的好心当成脏心烂肺。我们待会儿等看，等秦少来了，我们看看他究竟怎么死。今天的事情是我们项目部的疏忽，让诸位看笑话了。为了弥补，我愿意亲自出去迎接秦少。梦涵想得好周到，好贴心啊！你说秦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啊？梦涵又温柔又知性，秦少不喜欢梦涵，难道会喜欢许慕烟吗？就是可惜了，咱们梦涵已经名花有主啦。不用麻烦了，如果我的女朋友因为你而误会就不好，毕竟不值得。你说什么？少爷，不错吧？他竟然是秦少！如果他是秦少的话，那许慕烟岂不是秦家未来的少奶奶？庄梦涵，没看见秦少已经入座了吗？你还杵在那里想干什么？慕言，你既然早就知道实情，为什么不说呢？难道就因为你嫉妒童颂喜欢我，就故意这么设计陷害我吗？我刚刚明明说得很清楚了，我男朋友不是男的，是你自己耳朵被狗屎糊住了，怪我。难怪现在不追在我后面当舔狗了，原来巴结到新的跪舔对象。喜欢一个人就是跪舔，那你跟庄梦涵，是你跪舔庄梦涵，还是庄梦涵跪舔你的？徐慕烟，别以为所有人跟你一样不要脸。不过呢，童颂说的一句话没错，我现在男朋友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再看看你，算了。既然人都到齐了，会议就开始吧。开会的事情不着急，你先道歉。我道歉？你刚刚信口雌黄、造谣诽谤、红口白牙、顺口胡诌。我可是很清楚的记得你刚刚对我女朋友侮辱的事情，赶紧道歉。童少，你刚刚还一口一个为公司利益着想，所以呢，为了会议的进度，你还是赶快道歉吧。你也太过分了！如果不道歉，稍后我会让我的律师把律师函送到童先生你的手上。慕言，童颂是真的不知道秦少的身份，不如你帮童颂跟秦少说说就算了吧。毕竟你以前那么喜欢童颂，你应该也不想看到他为难的，对吧？庄梦涵，你还真是好高尚、好清高、好有节操啊！
既然你这么心疼他的话，要不你就替他给我道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帮你跟我的男朋友说说好话。我，周梦涵，我平时看你跟童颂双宿双栖的样子，怎么现在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你就打算单飞了？童颂，赶紧道歉！要是因为你影响了集团和秦家的合作，集团绝不会对你善罢甘休。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童颂，以前你 PUA 我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你现在想想，你这个人还是挺失败的，又想吃软饭，又想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装给谁看。你的道歉我收下了，至于原不原谅嘛，就看我心情了。秦少，现在可以开始了吧？秦少是许慕烟的男朋友，那秦少会不会偏袒许慕烟啊？那这样的话，咱们之前准备那些东西，就连咱们集团都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世家名门更不例外。只要咱们按原计划行事，到时候就算秦少想偏袒许慕烟，其他秦家人也会持反对意见的。梦涵，你放心，等一会儿项目书通过了，我们就说是你还有童少的功劳，跟许慕烟没有关系。到时候丢人的也只会是他许慕烟。你刚刚说什么丢人？没什么，慕烟，快开始讲解吧。这个是我的活动方案，大家可以看到。许慕烟，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是他们动的手脚。慕烟，你明知道这次时间宝贵，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唉，我知道你现在很想收获文件，但恐怕时间上……不用麻烦了，我们有备用的方案。这是我们的企业策划书，我们的工作具体要求有以下。童颂，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打算自作主张，用你自己的提案一逃带领。以上就是我们给出的方案。童少讲的太好了，这么好的方案，竟然被某些人昧着良心给否定了，这下打脸了吧？这次轮到你，拜托你。一个被否定的方案，你竟然如此执着，童颂，我都怀疑你是怎么考上清北的。哎呀，许慕烟，无论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在我眼里啊，你就是个废物。而我的方案一定会获得秦家人最大的肯定。这次嘉诚集团的项目策划，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这次合作的意义。不可能，我的方案是让秦家利益最大化。相比于利，我们秦家更加看重的是义，而一个有着更多意义和贡献价值的项目，远比利益更加有价值。这话听起来好耳熟呀！是啊，我好像也在哪儿听见过。是许明烟，是他说过跟秦家一样的话。如果贵公司只准备了这种方案，我想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了。你们是怎么管事的？我这里还有另一个方案，请秦家给我10分钟时间。可你的资料不是已经……相比起电脑资料，这些方案可能更加明确。
许慕言竟然还留有后手？难道许慕言早就算到了我们会帮助童少，所以……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资料发下去！别高兴得太早了，你的方案也不一定能通过。发你的资料。这些方案呢？好了，这些方案就是我的全部计划。如果刚刚贵公司拿出这种方案，也不会浪费我们那么多时间了。秦少觉得呢？难得遇见这么好的方案，我决定追加3倍的投资。够诚意吧？你不怕他们说你假公济私啊？假公济私怎么了？为自己的女朋友假公济私，是一个男朋友的自我修养。哎，当然了，你这个方案只省下3倍价格，那许慕烟给公司带来多少利润啊？这么大的利润，足够许慕烟竞争下一任的副总了。别瞎说。虽然许慕烟这次成功拿下了秦家，但嘉诚集团对于高层的选拔可是很严苛的。以慕烟的学历，怕是不太够吧？许慕烟，拿下秦家的方案，那是你身为项目部经理的职责，但是想竞争公司的副总，你就别摆热。我记得公司历届副总都是清北学历以上。许慕烟，不如把你的学历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看看你有没有资格竞争副总。没错，把你学历给大家说出来听听，你敢吗？我承认你这次的策划确实做得很好，但是童颂可是清北的学霸，这一点是公司所有人有目共睹的。我相信董事们也知道童颂以前在学校有多优秀。许慕烟，你当我这么惹舔狗，不会连我是清北硕士你都不知道？一个清北的硕士毕业证就可把你牛的哪有自信？哎，连个进清北门资格都没有的人，没有资格搁这说风凉话。童颂，认识你之前呢，我觉得井底之蛙是一个形容词，但是认识你之后，我觉得井底之蛙这4个字更明确、更准确。慕言，我知道，对于我和童颂的学历比你高，你很不服气，但集团有集团的规矩。想要升职，学历必须是敲门砖。况且，你今天的成就和秦少有脱不开的关系。不服的话，就把学历公开吧。如果你的学历真的比童少和梦涵的高，我们就一起给你道歉，承认以前呢是我们小看你了。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你看我的学历，拿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对你也没别的期望。毕竟你连童少跟梦涵的学历，追到下辈子你都追不上。慕言，我知道让你当着秦少的面公开学历有点不好意思，没关系，我可以理解的。不过慕言，听说秦少可是国外顶尖学府名列前茅的佼佼者，你作为他的女朋友，应该不会拖他的后腿吧？佼佼者倒是算不上，因为从小到大，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始终遥遥领先。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就没有超越过他。连秦少都追不上的人，得有多优秀呀？是啊，真想亲眼看看能让秦少追这么多年的人。慕言，我虽然没有秦少说的这么优秀，不过呢，你要是想考曾经的母校清北的话，我可以帮你补习的。现在考清北，恐怕毕业都已经人老珠黄了吧？哎呀，我说啊，他人老珠黄了都考不上。清北的证书你不是有吗？不是，怎么可能？按年纪来说，他应该是跟我和梦涵是一届的，我们怎么可能没见过他？清北的毕业证我确实没有，
但是我有清北的助教。清北的助教，你开什么玩笑啊？许慕烟，你以为清北是你家开的吗？就你一个学渣，也敢说自己是助教？哎呀，许慕烟，你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是吧？这是让你信口雌黄的地方吗？慕烟，当着董事的面，你可不能因为拿下了秦家就胡说八道啊！而且，若你真的是清北的助教，应聘时的简历上可都是有记录的，董事们一查就会知道。没错，公开许慕烟的简历，赶紧公开！庄梦涵，还哪儿都有你啊！慕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如果你真的是清北的助教，我想你应该不会反对公开学历的吧？虽然啊，我们嘉诚和秦家已经达成合作了，但是我想秦家应该不会采纳一个满口谎言骗子的方案吧？贵公司内部斗争，我们秦家不想过多参与，但此次合作，我们秦家不能不重视，所以还请贵公司现在立刻马上公开许慕烟的求职简历。没问题，我马上派人送过来。许慕烟，就算你是嘉诚集团的大小姐，但你也是个毫无文凭学历的废物。累了，心累。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你。我要吃好多好吃的。我随你。许慕烟毕业于国外第一学府，就读期间年年成绩学校第一，曾因成绩优异特别邀请回国内清北大学当助教。许慕烟跟秦少是一个学校的，所以秦少说一直追赶，却怎么也追赶不上的人是许慕烟。不可能！就你要进公司就这么优秀，你为什么一直被我碾压？童宋，以前我吊车尾呢，不是因为我垃圾，而是我在考虑你这个垃圾的自尊心，懂？散会。秦少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难道秦少是来接许慕烟下班的？想要去哪里吃了吗？好久没有去万豪酒店吃了。走，上车。许慕烟竟要去吃万豪？万豪可是世界5星级连锁饭店，我连门都不敢进。走吧。童宋，我饿了。哎呀，我也饿了。我们去吃大排档。凭什么许慕烟能去万豪吃饭，而我就只能去吃大排档？童宋，要不咱们去万豪吃吧？万豪可是5星级酒店，去那吃一顿够我1个月工资了。童宋，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种规规矩矩的地方，觉得死板不自由。可是我真的很想去，你不会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不满足我吧？哎呀，怎么会？不就万豪吗？走。怎么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喜欢吃的呢？从我记事开始，只要是跟你在一起，我点过菜吗？秦小白，给你。秦小白，我吃饱了。秦小白，给你。都是你点什么我吃什么，我已经习惯了。怎么了？没事儿。少白，有你真好。能得到徐大小姐的高度评价，我本人表示很荣幸。吃吧。
就要和他们那桌一样的。许梦烟那桌菜啊，一看就贵。贵点怎么了？你可是嘉诚集团的大少爷，差这点钱。我是觉得没必要，况且啊，晚上吃太油腻的对身体也不好。啊，来，这样，蔬菜小炒，10锦沙拉啊。哦，好的。同样都是跟有钱人交往，为什么我和许慕烟的待遇会差这么大？童总，我突然想起来晚上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先走吧。晚上大家给我打电话。对了，集团为了庆祝这次和秦家成功合作，周5会举办庆功宴。我已经收到邀请函了，到时候我爸妈也会来。伯父伯母也会来啊？慕言，你在怕什么呀？虽然小时候在国外时我见过伯父伯母，但现在忽然再见面，难免还是有些尴尬和局促。而且，少白，我暂时不想让伯父伯母知道咱俩的事儿。你给我个理由。我想把咱俩的终身大事往后放一放，先达到我想要的高度。你知道的，我不想让我妈妈失望。少白，你不会生气了吧？我在想怎么帮你隐藏我爸妈。一旦跟伯父伯母说了，一定会催着我和少白完婚的。所以，伯父伯母，对不起，这件事情只能先瞒着你们2老了。走吧。许慕烟，就算你学历再高，你也只是一个女佣的女儿。要不是你连自己都觉得心虚，你怎么不敢和秦家2老公开？不过，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我不介意帮你跟秦家2老说明你和秦少的关系。等这次和嘉诚集团结束合作，也是时候跟少白谈谈他的终身大事了。你就放心吧，反正少白从小就定娃儿亲了，你和我心目中的儿媳妇儿跑不掉。秦少白居然已经订婚了，那慕烟岂不是小三？像许慕烟这样不要脸的人，做出来什么事情都不过分。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许慕烟，你不但身为女佣的女儿勾引秦少，而且还知3当3。今天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捞女的真面目。爸妈，你平时不是不喜欢这种场合，怎么今天来这么早？别说我没警告你啊！你跟慕烟的婚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跟你妈都很喜欢慕烟，早就认定她是咱秦家的儿媳。你要是敢欺负她，小心我收拾你！那个爸妈，先不说了，我去见个熟人。这臭小子！哎，你好，我是嘉诚项目部的。虽然我现在职位不高，但是我是清北的毕业生，有双硕士学位。我们去那边看看。2位请留步。我知道一件事情，2位想必会很感兴趣。我刚刚听2位说秦少已经订婚了，可是据我所知，秦少可是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你是什么人，也敢智慧我儿子？我只是有点好奇，因为现在跟秦少交往的人刚好是我们的朋友，是吧，童总？对。你们是说有人在勾引我儿子？其实我朋友他也挺可怜的，他妈妈是个女佣，他之前在集团也总是默默无闻的，可是眼下
在秦少的帮助下，他不但当上了项目部的经理，还很有可能竞争下一任集团的副总。你有什么证据？秦少的事情我怎么敢乱说？这件事我们项目部的都知道，不信您可以问问他们。其实这次啊，嘉诚集团能跟秦家合作上，也是秦少为了我朋友多出了3倍的价格。少白那么喜欢，怎么可能？您是不知道，许慕烟这人厉害，她最擅长的就是对男人死缠烂打。没错，最开始啊，她就一直纠缠我男朋友。当我男朋友拒绝她之后，她就去勾引秦少了。就是她勾引秦少。这么好的天气，你在这鬼叫什么？怎么被踩到尾巴了？慕言，这2位呢是秦少的父母，你是不是应该跟2位好好解释一下，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让秦少对你这么死心塌地？怎么回事？秦少，你来的刚好，你也是时候该看看许慕烟的真面目。你也只是一个女佣的女儿，要不是靠着秦少上位，你什么都不是。庄梦涵，你是为我2次手下败将，正确来说呢，我是靠着你还有你的男朋友上位，更准确一些。哎，要不是你早认识秦少，秦少怎么给你追加3倍投资？你少得了便宜又卖乖。啊，既然你说我是靠着秦少白上位的，证据呢？你总不能凭着你女朋友一张嘴，空口无凭的就污蔑我吧？好，现在就给你看证据。都这么亲密了，还敢说不是秦少小三儿啊？那天秦少表白，我们可是都看到了，也不知道在那儿嘴硬什么。有的人啊，就是下贱。误会，都是误会。许无烟并不是我们公司的普通员工，他也真的用不着靠秦少在嘉诚集团上位。我知道，许慕烟靠着秦少上位这件事情，如果一旦曝光，对集团和秦家都有影响。但是越是这样，集团越是不能包庇。我们必须要让秦家2老知道，这样才是我们集团对秦家最大的尊重。你知道个屁！你给我闭嘴！这些照片足够证明许慕烟和秦少的关系非比寻常，也从侧面反映了许慕烟靠着攀上秦少当捞女。就算我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这照片，许慕烟，你该不会说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你吧？不是，庄梦涵，这既然是证据呢，你就应该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你看你这把我照的，都快成蛇精了。哎，你少转移话题啊！我们都知道秦少是有未婚妻的，而你就是个知3当3的烂货。能被秦家选上的儿媳，那必定是人中之凤、名门贵女。而你一个女佣的女儿，拿什么跟人家比？童松，我比不比得过，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你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没想到庄梦涵会把事情闹这么大，但是嘉诚确实比不过秦家，说她是捞女也是应该的。你的事情来问我男朋友做什么？哦，还是说你觉得秦少可能靠不上了，又要来给我男朋友当舔狗啊？庄梦涵，我就随随便便问一句，怎么就这么紧张了？要不我给你个建议吧，以后你就把你男朋友拴起来，想他的时候呢拿出来看看，心情好的时候再拉出来溜溜，这样我敢保证谁都抢不动你。许慕烟，少在这侮辱人！我男朋友身份尊贵，是你这种人可以侮辱的。你就说你承不承认你跟秦少的关系？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其实呢，我本来呀是不想让这么多人知道我私生活的，我也不想把我的私生活跟工作混为一谈。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告诉你们好了，我许墨烟就是和秦小白在一起了。你二位听见了吧？他自己亲口承认了。许慕烟，你是慕烟？许慕烟，看来你的所作所为，秦家2老早就有所耳闻，不然堂堂的世家家主和夫人怎么会认识你一个女佣的女儿？女佣只是一个职业，不是你用来嘲讽贬低别人的贬义词。
你左一个女佣，右一个女佣的，护城这么多女佣，怎么？女佣是杀了你父母，还是抱着你孩子跳井的？你没说过，我都听你的。我只是在说事实而已，而你就是一个女佣的女狗。我说的没错吧，童松？童少，这里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身份的，但我究竟是谁，你应该都比任何人有发言权吧？你够了！我们现在在说你的事情，你咄咄逼人的对我男朋友干什么？难道就因为童颂喜欢的一直都是我，对你连看都不正眼看一眼？你现在就仗着有秦少撑腰来欺负我的男朋友吗？当初追童少的时候死缠烂打的，现在有了新欢不承认了。最可恨的就是知三还当三啊，真是太不要脸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留在嘉诚集团。你们知道他是谁？嘉诚集团这么多年的名誉，绝不能毁在许慕烟这个人的手上。如果因为他蒙上污点，到时候如果再让远在国外母公司的夫人，夫人也是你可以随便提的。我只是要求集团给许慕烟这个卑微下贱的女佣女儿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毕竟她不守本分，吃三当三，还利用不法途径在公司为非作歹。你说他妈妈是女佣？没错，他妈就是个没教养的女佣。女儿能干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当妈的能好到哪去呢？要我说啊，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没准他妈以前就是给人当小三的呢，不然他怎么一直不提他爸呀？哼，你们两个再说就我爸妈试试看。董事们，你们看，他现在还公然打人，这样的人绝不能留在嘉诚集团。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合适？这种人坚决不能留在公司，嘉诚集团必须把他永久除名，并且在护城业内永久拉黑。你的意思我懂了。既然这件事情你们已经有所决断了，那集团决定尊重你。从今天开始，你还有你们被嘉诚集团永久除名，被护城行业拉黑。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被开除的应该是许慕烟啊。许慕烟之所以能够成为项目部经理，董事会很清楚。你们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大放厥词，颠倒黑白，你们觉得集团还能容得下你们吗？不，你们不能偏袒许慕烟，集团不能开除我。我男朋友可是嘉诚集团的继承人。你刚刚说什么？我男朋友可是嘉诚集团的太子爷。许慕烟，你笑什么？我笑你缺心眼儿，或者说恶人有恶报。你看上童少多金，那是因为之前他花在你身上的钱都是我给的。你看上他家世好，那是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包括爸爸妈妈都是从我这偷来的。我的意思很简单，他才是女佣家的，而且那个女佣还是我家的。童少才是女佣的儿子，难怪自从许慕烟不搭理童少之后，也没人再给童少送饭了，童少的豪车也没有了。不会的，童颂，你说话，你告诉我，他们都是骗我的。你跟他们说，你才是嘉诚集团的继承人。许慕烟，你因为得不到我就要毁了我，你这个女人真恶！童颂，童少，不是我想毁了你，而是你的黑料实在是太多了，兜了这么久，我兜的真的是很累了。你就行行好，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就让真相大白呗。许慕烟，你个贱人！找死啊你！你们都是骗我的，你们都是骗我的！夫人到。夫人，夫人，他们欺负您儿子。我儿子？就是他们联手欺负您儿子，还说他是佣人的儿子。我竟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多了个儿子。不过我倒是认识你，当初我女儿可怜你们母子，求我收留你母亲在家里帮佣，我女儿还让你跟着住在徐家。没想到你先是勾引我女儿喜欢上你，然后打压她，冷落她，给她洗脑，现在竟然还想顶替我女儿。原来许慕烟真的是嘉诚集团继承人，
没想到这个童宋不但渣还蠢，放着有钱有样貌的许慕烟不要，非要整天跟一个学历家世都不如许慕烟的庄梦涵在一块儿。他脑袋是被驴踢了吗？还愣着干什么？不认识了？妈，这段时间你在集团做的成绩我都知道了，这样我也算是跟你爸有个交代了。妈，这次我没有让你失望吧？我的女儿怎么可能让我失望呢？你们在干什么？还不把这些爱人家伙带下去！来人，来人！就算她不是佣人的女儿，那她也是个小三儿。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没有胡闹，我说的是事实，是秦家二老亲口说的。秦少早就订婚了。没错，少白确实很早的时候就定亲了。所以，许慕烟就是小三儿。赵梦涵，到底是怎么考上清北的？你觉得以我的身份，我会给别人当小三？许慕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也就是投胎比我好，可你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秦家的权势可比嘉诚集团好多了，所以啊，你就算是为了嘉诚集团以后的发展去给秦少做小三儿，也很正常。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是觉得童宋靠不住，所以也想把我给毁了。你们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觉得楚楚可怜、心地善良的女神。许慕烟，你少在这诋毁我，我说的可都是事实。秦家主、秦夫人，我以人格担保，许慕烟她就是秦少的小三儿。这么说来，秦家还要谢谢你。秦夫人不必客气，我只是不想许慕烟这个贱人再继续祸害你们秦家。我们秦家的准儿媳也配你在这侮辱我？早在徐总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做主为慕烟和少白定了婚事。你说慕烟是小三，哼，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不在国内的时候，你们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我们照顾不周，还请夫人责罚。不过，正是通过这段时间在公司的接触，我们发现大小姐确实是可以速成的人才。所以，我女儿现在有资格继承嘉诚集团了吗？以后还请徐总多多关照。我之所以会留你们两个在集团蹦跶那么久，那是因为我要你们亲眼看着我站在你们只能仰望的高度，我要你们亲眼看着我登顶，我要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慕烟，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虚伪狭隘、损人利己，这些人确实很可恨。不过有句话是对的，犯了错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夫人，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夫人，求你放过我们这次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夫人，我的亲生女儿，连我都舍不得让她受委屈，你们气不起来却毫不手软。现在既然让我高抬贵手，你们是觉得我傻还是认我仁慈啊？大家快！慕烟，我们是朋友，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慕烟，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对你，好不好？原谅朋友，我要你们两个滚出我的世界！慕烟，慕烟，慕烟！慕言，折腾这么久了，累不累？我带你出去走走。好，去吧，出去散散心、透透气也好。大练的感觉真好啊！少白，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有你真好。我也是。看着你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那个人好奇怪呀，他在干什么？好像是他最爱的人死了，他始终放不下，所以才来这里祈求的。传说中，只要在这里磕9999个头，再诚心许愿，他的心愿就能达成，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灵验啊。哦，走吧。